大家好，我是台北感染科王富德医师。那由我来介绍 COVID-19，那我们应有的一些感控措施。那其实所有的感控措施在 CDC 都有做公告。那这些内容这些 SOP 其实是经过许多的专家学者共同的讨论所制定的一些准则。那有一定的公信力，那请大家能够去参考。那当然，这些准则会随着疫情的改变而去做调整。那这个冠状病毒到底是怎么传播？那当然不外乎就是接触啦、飞沫啦，那到底有没有空气传播？那其实是目前也没有完全说一定能够排除就像过去我们面对 SARS 也好，或者是 MERS 也好一样所以我们还是必须要依风险程度来做适当的一个防护措施。Coronavirus 呢，我目前能够感染人类的大概都是有6种。那这个新型的冠状动脉病毒呢，它就是第7个能够感染人类的一个冠状病毒冠状病毒的感染那传染的途径可以有几种第一个，如果它的飞沫核是小于5个 micrometer 的话，那它可以飞行的距离就会超过1公尺以上，那它就会借由空气传播来传染给病人那如果是飞沫核大于5个 micrometer 的话那它就会飞行的距离就会比较短小于1公尺，那就会借由飞沫来传染给病人。另外也会借由接触的物体来传染给不管借由双手也好，或是借由环境也好，那传染给病人。那这个是最早期武汉发表的一个论文我们可以看得到比较浅色的就是个案是没有市场也没有野生动物的接触史，那里面也有15个是医院的工作人员得到的感染那在后来在发表的1099个的中国的一个病人的发表记录当中，我们也发现到高达26%是没有到过武汉的那也没有接触到武汉的人员那所以这相当程度就是一个社区感染了冠状病毒到底能够在环境存活多久那我们用MERS 或者是 SARS 的冠状病毒来做比率那我们可以看得到室温也好，或者是一般的温度也好，都可以存活几个小时到几天，特别是在温度很低的时候更可以存活到28天以上所以相当程度在冬天的时候它就是可以存活很久那武汉的天气刚好在冬天的时候，这一次发作是在12月、1月，刚好就是在武汉的这个冬天温度很低的时候，所以刚好很有利于这个病毒的存活所以造成在环境中的一个传播那在美国 CDC 所制定的到目前为止的感染的防治措施包括要减少接触病毒的一个机会那包括能够在病人抵达以前，或者是病人抵达的时候，或者是整个在医疗机构就医的过程当中，都能够减少碰触的机会所以在病人的分流当然是就相当的重要那另外我们也要做好标准防护措施接触防护措施、飞沫防护措施，甚至就是空气防护措施等等的那包括要使用眼罩等等那所以在病人的放置手部卫生隔离防护措施的使用就很重要那对于访客也要有很好的一个管理那医院也要做好工程管理能够适当的把医院的工作人员还有其他的病人跟被感染的病人把它分开来那第5个就是要做好工作人员的健康管理那第6个就是要做教育训练那第7个就是要做好环境的一个清洁消毒工作那第8个应该让所有医院的工作人员了解通报的一个定义但能够去做通报，也能够跟卫生单位能够适当的合作那通报给卫生主管单位那台湾 CDC 制定了非常多的 SOP 那公布在网站上大家一定要去做参考那刚刚讲过了这些都是经过许多专家学者
共同的讨论，那希望大家能够去参考运用。那感染管制的观念，我们有这个流程图，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在一个疑似个案的时候，不管是病人或是疑似个案，他的接触者呢，那必须要有卫生部门必须要来追踪。那这个感染的个案或者是疑似的个案跟其他病人之间必须做适当的一个分流。那在工作人员也要穿好适当的隔离防护措施，那做好教育训练，那做好环境的清洁，那也要配合卫生单位的政策，那做好疫调。传播途径，我们适当的分流，我们来看看最近的一个 MERS 南韩发生 MERS 的一个感染，我们大概就可以学到分流的重要性。在这一次的南韩的 MERS 的感染事件中，有185个个案，那其中有15.1是工作人员传播得到的，那29.2是在医院来治疗的病人得到的，55.7是来医院的访客所得到的，那其中死亡率也达到了20.5%，所以相当各种的在医院的出入的人大概都被感染到了。那这个来源就是有2位在某一个家医院的2个病人还没有被诊断的时候就转到其他的医院。那我们看最上面要转到三星医院，这是在韩国一个很大的一家医院。那因为这个病人转过去以后造成了在急诊造成的传播。那在韩国呢，这个三星医院它是一个1900张床的医院，在韩国也是一样，父母生病，子女通常就是会安排一个比较好的医院来就医，即使急诊已经是没办法有住院，没办法住院，必须待在急诊的时候，那还是会待在急诊。所以这个病人呢，这个就是待在急诊待了非常的多，3天左右。那我们看三星医院呢，在它的拥挤程度，我们看这个一般来算急诊的拥挤程度，就是用在急诊的床位数分之待上4个小时以上的病人的平均数。那我们看三星医院就是属于拥挤的一家急诊拥挤的一家医院。那我们看这个病人跑去三星医院以后，结果他在急诊因为没有床位，所以就滞留了3天。总共有893位的人受到了影响。那我们看 A 是什么 ？A 是跟病人处在同一个就诊区域，结果有20%的人得到了感染。那 B 呢，就是跟处在不同的就诊区域，但是在挂号柜台跟 X 光室有重叠了，结果也造成了5%的病人的感染。那 C 是完全没有跟病人处在同一个区域的。也有1% 的病人有的人被感染。那工作人员呢，也有2%被感染。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看得到，没有把病人做适当的分流，还有及穿好适当的防护措施，可以带来多大的一个伤害。那2018年呢，MERS 那个又在南韩又发生了，还好这一次学到了过去的经验，做适当的分流，让适当的防护措施，所以在这一次呢就没有发生了群聚，没有发生的群突发。所以说病人分流在一个疫情的管理上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分流看诊的一个规划。那所以在门急诊必须规划有负压或是通风良好的独立诊查室，来针对疑似的病人进行评估、诊疗还有采检。那妥善安排病人的就诊动线，使用时要维持房门的关闭，那也要设立这个发烧筛检站，那避免有疑似的病人进到急诊里面，或是进到门诊里面，那污染了门诊或污染了急诊。那我们用台北荣总来做举例，所以在台北荣总急诊外面就设置了一个发烧筛检站，户外的发烧筛检站。那从医护人员着装区到问诊区，到病人的筛检、抽血、照 X 光，到等候，
我们都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动线，不会去重复交叉，造成了所谓不同的病人造成的感染。另外，如果有怀疑必须通报个案，我们就会沿着动线就把它转到急诊的一个负压的疫病隔离诊间。那这是一个负压的一个诊间那这会在里面做采检及通报。那等待结果的时候，我们要等待结果，我们就会把它送到专责的一个病房那对于民众的宣导，我们就会不管是就医民众或是探病的宣导，我们会透过各种的管道包括我们的网页或者是我们的这个门诊或者是我们的挂号系统等等或者是看诊系统等等都会对就医的民众或者是探病的家属做一些宣导那在医院里面我们也对人员就必须做体温的管制所以在一些出入口都会做红外线的或者是量额温的那如果量到温度有异常的，我们就会请他到发烧筛检站去就医就医。所以为了不让有发烧或者是有咳嗽、呼吸道感染的病人那进到一个门诊，所以我们不论在网络挂号系统，或者是现场挂号系统，或者是各种的一些指示招牌等等都会跟病人讲如果你有这些症状的时候，请直接到发烧筛检站就诊我们不要再进到门诊去排挂号排门诊那避免污染到门诊其他的病人，让医院里面能够是一个安全的一个就医的环境那现在很多的医院都有用红外线的体温监测仪但是红外线就是跟外在的一个环境的温度是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使用红外线体温测试的时候，必须要去做校正那一般校正就是用用5个人的平均耳温跟红外线的平均温度去做校正那不同的量体温的方式也有不同的体温的标准大家就是必须要根据这个来衡量发烧的一个标准那关于个人的一个防护措施方面那在我国医用口罩大概有分2类，是一般的医用口罩，还有一个就是手术外科口罩。那这2种口罩都能够对细菌都能够有一个很有效的一个过滤的效果。但是外科口罩呢，它可以有血液的穿透性，有血液穿透性，所以一般来讲，一般的民众应该是戴一般的医用口罩就可以了。那外科口罩大概就是给医护人员使用，那能够减少这个飞沫血液的一个穿透。所以在医用口罩里面其实外面就会写着第1等级的就是一般的医用口罩那外面写的第2等级的就是所谓的外科口罩。那不管是一个绑带的或者是耳挂的，都有第1级跟第2级。所以大家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去看这个包装上面使用的一个等级到底是哪一个等级好，那关于 N95 口罩呢那以美国的标准 N95 口罩就是能够阻挡95%0.3微米的一个颗粒的口罩。那在欧盟呢就是可以 FP 这个2或者是3相当于 N95 口罩那在 N95 口罩方面呢它能够抵抗能够防护这些空气传播的一些物质但是就是它对防水的测试是没有测试的，所以如果说会有喷溅的可能性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要戴个面罩比较安全所以关于这个 COVID-19 在国际上面关于这个呼吸道防护所要戴的口罩的等级大概就是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规定那 WHO 方面大概建议一般的照护在口罩大概是使用外科口罩，但是如果产生飞沫的话就建议 N95 口罩
那在欧盟啦，或是美国，大概都是建议使用 N95啦，或者是欧盟的一些FFP3或是 FFP2的一些口罩。那台湾口罩呢，如果是一个一般的资料收集，比如说门诊、急诊检伤等等，也是建议外科口罩。那如果在分流的看诊区，或者是已经跟病人有比较近的接触了，或者是会产生飞沫了，或是环境清洁消毒，或者是协助病人就医接触者的传送等等的，大概都是建议戴上 N95的口罩。那口罩到底要多久要更换？那一般来讲，医院的工作人员，那我们原则上应该是，外科口罩是每天应该是要更换。那 N95口罩一般来讲就是建议不超过8个小时为限。那如果你脱除了5次以后，也是希望能够去更换。那隔离衣方面，一般有防水隔离衣，也有 Cover All 的全身式的隔离衣。那所谓我们常说的兔宝宝装。那到底穿哪一个比较好？但是，其实就是要看不同的时机，不同的一个风险程度。那不要忘记，就是说穿隔离衣的话，它是比 Cover All 来讲，是更容易穿着，也更舒适的。且医护人员较熟悉，能够较正确的使用及穿脱，因为在脱的时候是最容易被感染的。如果对脱的一个不熟悉的话，就很容易被感染。那隔离衣的标准，依照台湾就是要有 CNS 14798的一个规格。那这个规格里面就是规定净血压要超过20%，那冲击穿脱要小于4.5。那这个就是我们疾管署建议的防水隔离衣。那如果是 Cover All 的这个兔宝宝装，那它的净水压就比较大一点，那冲击程度就会小一点，那是比较高的一个防护。所以在国际上面呢，关于这个隔离衣的规定，其实大部分都写隔离衣，隔离衣。那在欧盟呢，大概就是写防水隔离衣。那美国啦等等其他的国家，大概都是只写隔离衣。那在台湾的建议呢，大概就是如果是病人的病逝到其他的单位，转送到其他的单位啦，或者是一些一般的照护等等的，那的建议大概就是穿一般的隔离衣，也就是所谓的防泼水的隔离衣。那如果说会接触到血体液的，会去踩咽喉拭子的，或者是产生飞沫的，那就是建议穿防水的隔离衣。那最后环境清消方面，那环境清消我们现在不管是对病毒、对细菌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那因为这些不管是病毒、细菌，都可以在环境存活很长的一段时间。如果没有做适当的清洁，当然就容易是一个传播的一个途径。所以这些环境清消人员应该要接受适当的训练。那同时执行工作的时候，要建议穿戴适当的防护装备。那应先消毒病房的其他区域，再清洁消毒这个隔离的病室。那环境清洁必须要由低污染开始，那再到重污染。那停止产生飞沫微粒的医疗处置以后，那要经过每小时换气12次以上的换气20分钟以后，再进入该空间来执行环境的清消。那换气12个小时，一般在负压病房基本上都是至少换气12个小时以上。那清洁用具每次使用完毕以后，一定要清洁消毒，适当的时候应该是要更换。那所以在这个冠状病毒来讲，其实70%的酒精，或者是漂白水，其实都是有效的一个消毒的一个方式。所以环境的清洁，可以用漂白水，我们工作人员用酒精性的消毒剂，也可以做有效的一个清洁。所以最后我们就跟大家报告的就是说，COVID-19目前的传播方式其实是还没有经过最后的证实。当然，
我们一般来讲，都认为应该是接触传播及飞沫传播，但是目前还是没办法完全排除空气传播的可能性。所以依据过去我们 SARS 跟 MERS 的经验来看的话，必须要依照风险的程度，来去做适当的隔离防护措施。所以在病人的分流有效的防护措施，隔离防护措施、手部卫生、环境清消，那目前仍是日本对新型传染病那防止感染，是一个有效的措施，而且是每一个步骤都是很重要的。以上跟大家报告。